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多明哥的这个城市沙滩，跟大家说一个话题，那就是小国的悲哀。像中国、德国啊、美国这样的大国，当然了，就是德国人跟中国、跟美国相比，才承认自己是小国。但是在世界上其他事务上面，德国人一般来说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大国。当然了，这与他们过去100多年的那个领先有很大关系。所以呢，德国人与西方人一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也难怪，那没办法，对吧？要调整这个思想过程，还需要一些时间，大概可能还需要10-20年吧，就看西方现在造化怎么样了。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就是小国的悲哀。我发现小国真的特别的悲哀，不管你是什么制度，比如说那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邻居那边是海地呀，或者是古巴呀。古巴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对吧？海地是纯资本主义，然后呢，这个多米尼加共和国也是资本主义。我发现，比如说多米尼加共和国嘛，它的经济完全是照搬美国那一套，他们的各个方面，像这里的经济啊，与美国的相似度非常的高。比如说，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塑料购物袋随便你拿。美国现在好些了，现在已经取消那塑料袋了。前年的时候还存在，现在呢，你要花钱自己买那个购物袋。以前是有多少你就随便拿，现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还一样啊。你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那是一堆一堆的那个免费塑料袋呀。然后跟美国一样，专门在收银台的后面有个人，一般是年轻人或是老人帮你打包的。美国也有，他打包的目的呢，当然是为了提供更多的那个采购体验。另外一个呢，是让有些人呢能挣一些小费，有一份工作，这点我觉得也不错啊。但是我确实不认同这个那么浪费这个资源、污染环境这种塑料垃圾还在大规模使用。像多米尼加共和国也好，古巴也好，它没有自己的工业，所以呢，全国它特别依赖一个是旅游，一个是侨汇。什么是侨汇呢？就是本国人大规模到海外去打工啊，然后呢把钱汇回来养家糊口。古巴是社会主义制度，对吧？它也有很多侨民在海外，不管是在美国很多，还是在欧洲也很多，他们都会汇钱回家。多米尼加共和国也一样，很多人，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是在美国那边。美国啊，是所有可以说全世界人的天堂哦，不然现在还有不少中国人走线。虽然与14人相比，那走线的比率非常的低，但是如果是光看那个走线的人数，听说每年中国也有好几万人，或者上10万人走线，那也不少了。所以不管什么制度啊，好像美国是全世界很多人心中的天堂一样。当然，至于美国过去呢一直领先有很大关系，但是呢也与好莱坞这电影的洗脑有非常大的关系。多米尼加共和国也一样，他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能够去美国，移民去美国。我观察，我在这里很抱歉告诉大家，如果是有看我频道的，在多米尼加这里住了很久时间的人，我说的不一定准确，我只是通过我2-3次来，而且每次呢有的时候是来1个月或者是1个多月，这次我来3个星期，我的观察可能不是很细致，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说服能力的啊。我觉得多米尼加共和国与很多小国一样，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大家没有听错，是经济殖民地啊，也就是说是现代版的殖民地。现在西方殖民它就是靠经济啊，它不是靠枪炮了，那枪炮已经过时了，靠经济靠金融来割韭菜。他们的这经济呢非常自由的，很多东西私有化，加上小国1000万人口左右，所以呢一般就发展不起规模工业，不管是你是日常用品啊还是工业品，绝大部分都得进口。这里有很多中国制造的，我看很多是消费品，真正的什么汽车的我没有看见。
他们最多的我看呢是日本的，还有韩国车，然后呢有一些美国车，德国车有一些，但是比较少。多米尼加共和国，它有非常漂亮的海滩，主要是在东部以及北部。我去过，比如说叫 Punta Cana 那个地方，那海滩真的超级漂亮。但是只要有档次那种酒店啊，几乎都是连锁的，都是豪华的连锁酒店。而这些连锁酒店，它的老板几乎都是西方人。听说近几年呢，有一些中国的富豪也收购了一些或者入股了一些西方这种度假的豪华酒店，但是绝大部分呢还是在西方资本家手里。一个国家最好的旅游资源掌握在西方老板手里。他建了那个豪华的酒店在那里，然后呢，飞机，全世界各国，当然是一般是比较富裕的国家，那些游客、度假客啊，坐着飞机，这些飞机的那个航空公司一般也是西方的，飞到那地方去，吃吃喝喝都在酒店里面。比如说在德国，我知道啊，来那个多米尼加共和国旅游、度假，不是旅游，度假，他们一般来说不会参加旅游。就度假，比如说2个礼拜一个套餐，一般现在是1500到2000欧元左右一个人，他是交给德国那边的旅行社，然后德国那边旅行社把那个机票的那个费用交给德国的航空公司，对不对？然后呢，可能吃饭住宿的一部分费用，把它汇到比如说西方的连锁店的那个账号当中，有多少钱能够到达多米尼加共和国公民的手里或者政府手里呢？可能有一部分税，另外有一部分当地另外消费的，还有当地的员工可以在那个地方工作，他们呢也做不到什么特别高管的位置，对吧？真正的高管是由西方国家派驻过来的，可能当一个部门经理啊，或者当普通的服务员，赚取一些血汗钱每个月，这就完了。你垃圾处理是你当地的，对吧？然后你废水处理也是你当地政府的那个任务，环境的治理也是你当地政府的任务，然后大部分的利润都给西方这全套，它像一个利益链把它抽走了，他用你的资源赚他的钱，这只是一个经济殖民的例子，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相信呢，金融也一样，对吧？西方国家来这里开那个银行，贷款给你，或者炒股，每隔几年收割一次，比如说像什么阿根廷啊，还有其他小的国家，对吧？否则97年这亚洲金融危机为什么会有危机呢？就是因为西方金融机构的收割。真的现在不用枪炮了，直接用这金融还有经济手段，私有化手段，当然私有化是经济的手段之一了啊。西方现在就需要呢，在这些小国或者大国，他要想，只不过呢难度更大。在小国，一个是推行所谓的民主自由，也就是所谓的选举制，然后呢扶持一个傀儡，比较听西方话的一个人上台，然后执行西方的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全盘私有化，好让西方的金融机构呀，让西方的老板来这里投资啊，说是在这里创造就业，其实呢就是收割你的财富，使用你的资源，收割你的财富。这个西方的资本家，你们发现了吗？与中国这个投资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你看中国的一带一路是怎么投资的？是投资到世界上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那些项目啊，帮他们建铁路、建公路、建港口、建医院，还有建移动通信网络等等等等，对吧？建电站是造福当地的人民。因为我相信啊，中国它的目标就是培养市场，把这市场的蛋糕做大，然后大家一起多赢，不仅是双赢，而是多赢的局面。西方的资本家到这些小国、穷国去投资，有多少是去帮那当地建什么港口的、建铁路的、建公路的呢？没有，唯一去建的可能是为了运那个资源，建那小小那段，就从比如说矿山到那港口那段就完了，对吧？我浏览，特别是油管上面一些关于唱衰中国这一带一路的，比如说中国到非洲去投资基础设施的，下面我看了很多人
大部分是非洲本地人，他们的留言就是说，你们西方到我们非洲殖民了几百年，你们帮我们修了什么东西吗？除了掠夺我们的资源，你们做了什么？其实西方的殖民主义在非洲一点都不待见。然后呢，西方鼓吹说中国在非洲搞经济殖民，那些非洲人也主动反驳的，他们认为啊，中国是来帮我们来修路、修水电站、修这样那样。你们欧洲人以前做过吗？他们不拿枪来逼着我们，他们跟我们做生意，我们愿意这样。这是很多非洲人这样说的啊。我有个例子，说到小国的悲哀的，是塞内加尔。我是听当地的一个在当地开了一家相当于儿童福利院吧，他在那里自己建了一栋别墅，然后呢收养了一些，比如说在街上呢被遗弃的儿童、小孩。他说以前啊，中国还没有进入非洲的时候，很多当地的非洲人连鞋子都穿不起，因为呢当时西方的鞋啊太贵了，当地人根本买不起，怎么办？只能打赤脚。所以呢，中国人来了之后，带来了大量廉价的商品，才让非洲人穿上了鞋。这是一个白人自己说的啊，是荷兰白人，而这还是最近20-30年的事情啊。因为中国人大举进入非洲，大概是20年左右。之前啊，非洲人的生活特别惨的啊，连鞋都穿不上。你说是怎么样的生活呢？但是这种事情啊，这种细节啊，你在德国的媒体上面，或者在西方媒体上是绝对看不到的，因为他们不会报道他们自己在非洲有多么的不堪，他们的治理有多么的差，是怎么样掠夺非洲，怎么样杀戮非洲人的，他们不会这样报道。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这里，他们是全盘美国化的。你看，他们的民众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他们富裕了吗？没有吧。我可以告诉大家，多米尼加共和国这里的人，他们的工资水平怎么样呢？我了解一下，最低的啊，这是我昨天跟一个在这里打扫这个海滩、这个垃圾的那个小哥交谈的。我大胆的问他，我说你一个月到底你们的收入水平怎么样？他亲自告诉我，工作6天，每个礼拜7天，工作6天，他拿到手的是8500比索，还不到150美元。我相信他的工资应该是最低的之一了吧。然后呢，我了解了当地的中国老板，他们告诉我，这里呢低的收入大概是1万左右，主要是给海地人，因为海地人和本地人他们的收入水平呢是不一样的。然后付给本地人的工资大概是15000到18000，高一点的2万，大概是330美元左右，这是属于中等偏上的工资了。也就是说，可能大部分人的工资在250美元到300美元之间。如果是乘以7，那就是高工资，那就2000多人民币左右，对吧？2000多人民币，大家可以对照国内，也最多相当于国内非常小的县城的中低下的水平吧。甚至在我老家广西桂林的一个小县，它最低工资都有2000多。另外说到工资，今年我又特别观察了啊。说远一点，我们那边呢有专门在网上呢招聘的啊，帮比如说珠三角那一带的一些工厂啊、小的企业招聘的。现在呢时薪是20块钱，从我老家招人去，他招聘的广告我猜肯定是真实的。保底收入3800，包吃包住，老板每天包你4餐，包你住宿，住宿当然是不会特别好，它是6人间，而且是下铺，上铺就是放东西的，有空调，有那个卫生间，这样我觉得就不错了。包吃包住，保底3800。如果是有加班的，还有礼拜天的，那这个收入另算。他这个广告说，正常可以领到4500到5000块钱，包吃包住，5000块钱相当于多少？大概是700美元左右，对吧？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这里大概是300美元，而中国这工厂是700美元，也就是说已经超过了1倍了吧，相当于2倍多的收入了吧。收入是一方面，
那另外物价呢？我走进多米尼加共和国，有好几个超市，他们的物价高得让人咋舌。除了有少量的水果、蔬菜，可能价格跟国内差不多之外，所有的工业品比德国还贵，有的贵1倍以上。那与中国相比，那就更贵得上天际了，真的是天价。比如说一瓶洗发水，同样的品牌，在这里一般是300到400比索，几乎相当于一个人1天的工资啊。那几乎相当于在中国人民币，可能150块钱左右到200块钱左右。你说那么贵的洗发水，有多少中国人敢买、想买呢？对吧？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在餐馆，很普通的餐馆吃一顿饭，最便宜的那种很小的小吃店，大概是200到250左右。我是在首都，不知道外地怎么样啊。我只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首都，装修好一点的，一般是300多到400，又去了1天的工资了。然后在那个多米尼加共和国最繁华的商业街、步行街，一个套餐470到500，也就是说物价真的不低呀。工资比中国低一半，对吧？相当于中国1半，然后物价可能相当于中国的2到3倍，你说这痛苦指数有多高？然后呢，又说到这个清理海滩垃圾的这个小哥，他每个月8500，他说根本存不下钱，吃饭，他租房就花3000还是有2500忘了，吃饭还有租房，没了，连买衣服、买鞋的钱都没有。我不知道，也许我遇到的可能都是一些穷苦人吧，但是我相信啊，当地中国老板告诉我的是真实的信息吧。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啊。海地那就更不用说了，它也是个小国，几乎没有任何工业。现在那个国家相当于无政府了，被黑社会控制了，有多悲惨？很多海地人到多米尼加这边来打工，每个月可能有100-200美元就不错了。他们那边人有些人还吃土呢。这资本主义制度的小国悲哀呀。那社会主义制度的小国也同样悲哀。比如说古巴，几十年来一直受到那个某大国，也就是那个丑国的制裁，搞得民不聊生。当然了，古巴还有自己的问题，我认为还是它的经济这个制度的问题，太僵化了，不敢大胆的向中国学习改革开放。加上现在古巴还是有很严重的腐败，这是当地的人跟我说的啊。因为呢，古巴可以说是没有建独嘛，也没有扫黑，所以现在古巴应该是掌握实际资源的人，他有钱还是有钱的，但是大部分老百姓生活非常的艰难，收入很低，每个月收入有多低呢？在古巴大概是20美元左右，20美元一个月，也就人民币呢最多就是150块钱左右了。大部分人啊，低的甚至呢只有10美元一个月的，毫不夸张啊，10美元到20美元，这是大部分古巴人收入水平。而当地的物价有多高呢？因为食品短缺啊，所以食品的价格可以说跟德国差不多，食品价格跟收入比大概要比中国贵10倍左右。比如说吧，在古巴买一个小面包非常非常小，比中国南方的馒头还要小，一个古巴的面包现在要25到30比索，他们每个月的收入比索大概是3000到4000，不用折合人民币。你想想看，如果在中国南方一个包子、一个馒头要20到25块钱，你觉得还有中国人买吗？一个馒头我觉得就是1块钱左右，对不对？而在古巴要20到25块钱，我觉得他们的物价、食品价格比中国贵10倍，我都觉得没有夸张，甚至呢还低了。吃一顿饭在餐馆要多少钱呢？大概要600到1000，注意啊，600到1000吃一顿饭，一个人，他们的收入一个月是3000到4000，吃一顿饭，一个礼拜的那个收入就没了，一个礼拜就别吃别喝了。交通费，打的的那种摸底啊，上车就是100或者200，上车可能就1公里的距离
100，一天的工资就没了。你想想看，在中国，如果一上车，而且是摸底的话，要150块钱，你觉得有几个人还想打的，还敢打的呢？你看现在中国的那个网约车、滴滴打车，我打过好多次啊，我就觉得很便宜，有的就是几块钱，开了2-3公里就几块钱，我都觉得这还能赚钱吗？这太实惠了吧！所以呢，旅游了世界很多国家之后，我特别的珍惜在中国的一切。我觉得中国人很多方面实在太幸福了。所以呢，我一直建议啊，对中国不满的人，大胆走出去，甚至呢润出去，看看国外到底怎么样的。说到打的啊，还是大国，在美国纽约，我打的过，那是有5-6年了吧，大概距离就是10公里左右。从美国肯尼迪机场出来不远，我找了一个住宿，因为呢，我觉得那一晚呢，因为我的班机到太晚了，当时我不知道纽约的地铁是全天候有的，所以我就打的了，10公里左右，好像是40多美元。另外，你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美国打的啊，要给很多的小费，有多少呢？20%，司机硬问我要小费啊，40多块钱的打的费，加上20%的小费，10块钱左右了，也就是10公里的距离，我打的花了50多美元，300多人民币了，物价特别的高。小国也一样啊，小国收入低，但是它物价太高了。前面我提到是旅游业，比如说像多米尼加共和国，对吧？还有像阿根廷这种啊，还有矿产资源啊，还有巴西也一样啊，有矿产资源、林业资源，还有地。说到巴西，它算一个大国了吧？但是还是被西方经济殖民，鼓吹私有化。巴西一大片的那个土地，被西方的那些财团掌握。然后比如说这一大片全部种玉米，或者全部种小麦，把亚马逊的雨林把它砍伐掉，然后种什么谷物，都是大的农场主，或者开发什么矿产资源，最后导致什么呢？资源啊全部在农场主的手里，当地有农民啊，一旦失业，什么收入都没有了，所以导致了虽然现代了2024年，在巴西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呢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是不是匪夷所思呢？他就是被经济殖民了，经济命脉掌握在西方大的财团手里，大的资本家手里，就是因为过度私有化。所以我见得多了，不管是在欧洲，在德国，还是我游历世界各个国家，我真的发现啊，像中国政府这样真正的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着想的这种政府太少了。真的，我奉劝中国人啊，一定要珍惜啊，要感恩有中国这样一个好的政府，真正的为国家利益着想的政府。我就想起了本届德国政府啊，这个交通灯政府，现在德国人就非常的反感。这个政府特别是绿党的，它是执政联盟之一的一个政党，他们这些政客360度外长，还有德国那个经济部长也是绿党的人，好像完全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服务一样，不是为了德国利益。这选举制选出来的，真的是通过选民选出来的，造成这样的局面，这就是制度性的问题啊！就是选出了一些政客，他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为了他们党派的利益，而他们党派以及个人的利益是可以被收买的，才造成了现在德国这样每况愈下的局面。就是说，德国的政客执政能力越来越低，他们的素质也越来越低。像德国还算大国呢，也是被经济殖民的对象啊，只不过被殖民的那个程度要比这种小国低得多而已。它同样也是被经济殖民，被美国经济殖民。所以最后呢，我不得不佩服啊，美国确实呢是一个表面上还非常强大的国家，因为它的军事还强大在那里，所以呢能够保住它的美元霸权，让它在全世界可以经济殖民很多国家。有一天如果美国的军事霸权
衰落了，完蛋了，那美国这个帝国就一夜之间轰然倒下。这不是耸人听闻。目前它表面上是非常强大的，也许还可以强大10年，也可以强大20年，但是它的日子也不多了。这是我的观察。好了，朋友们，今天我只是从一个侧面来说说小国的悲哀，就是被西方的资本家、被西方的某大国经济殖民。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的观点？好吧，希望呢你们踊跃在下面留言，谢谢你们，我们下期见。